英国为何如此疯狂针对中国，还宣布派航母赴东亚？日本为何如此积极？英国会成为第二个澳大利亚吗？敬请关注本节目。近日，英国在国际上疯狂刷存在感，不断挑战中国容忍的极限。在多次干涉中国内政并散布种族谣言后，英国继续头铁硬刚。为何要这么做？英国会成为第二个澳大利亚吗？在2月7日，《每日电讯报》称，伪装成记者的3名中国间谍被逐出英国，随后又宣布吊销中国国际电视台在英国的落地许可，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借口，禁止超过1000名中国学者入境英国，调整英国国民护照及签证政策。最近英国如此密集针对中国，其实也并非事出突然。早在华为问题上，英国就跟着美国一起围堵。在去年9月，禁止英国通信公司安装新的华为5G 设备。在疫情期间，言论也紧跟美国。在去年12月，英国还邀请印度、韩国和澳大利亚参加明年的7国集团峰会。而在2月3日，日本和英国的外长以及防长举行2+2线上会议，将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部署到东亚。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还特意提到，中国新通过的允许海警船开火的海警法，双方还就军事合作达成了一些合作协议。预计年初，英国航母将和美国海军、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联合演习。同时，继美军罗斯福号航母来我国家门口挑衅撤回到关岛后，从中东召回的尼米兹号航母也接着来挑衅。同时，里根号航母也常驻在日本横须贺港附近。届时，西太地区可能有4艘航母编队，海上围堵之势已经拉开帷幕。不过，英国航母可能是来拖后腿的。伊丽莎白女王号曾多次爆出漏水等重大事故，而且 F-35B 似乎还未形成战斗力。不过，这算是给盟友最大的诚意了。分析称，英国之所以如此疯狂针对中国，可能是给美国的投名状，反美国反对的。自英国脱欧后，再加上抢夺疫苗事件，基本上和欧盟已经闹掰了，只能在亚太这片热土寻找存在感。最近也有报道指出，英国申请加入 CPTPP， 日本态度积极，希望美国重返并拉英国介入印太事务。而且日不落并不甘于陨落，跟着美国进行利益捆绑，能彰显自己的国际影响力，同时也不至于太过落寞。因为国际社会已经不太把英国当回事了，更不用说脱欧后的英国更是一无是处，其关注度甚至还不如印度、澳大利亚。很多观点认为，澳大利亚倒下了，又来了英国。此前疯狂反华的是澳大利亚，但是被中国当成杀鸡儆猴的靶子，正在自尝恶果。现在又来个英国，会成为第二个澳大利亚吗？我们大可以期待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日不落终究是日薄西山。